大家好，我是多马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拳超人的230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回说到英雄协会的内部出现了大问题，有新生的竞争组织即将诞生。这期我们就来看看其他英雄的动向吧。首先是闪光弗莱士，他正在森林中审问怪人，一来呢是想探听一下关于神明的情报，不过主要还是寻找自己的好基友大眼子哟，这位怪人朋友好像不是很配合当场就被闪光切成了很适合炖菜的形状。由于大眼子之前接触过神明所以闪光很害怕他被其他人逮到，然后直接就被处决了。这时呢，闪光就想到了之前一同在地下冒险的光头，那个男人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如果我来当他的老师，点拨他一番的话，说不定他日后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帮手呢。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呀？你虽然不是那种很捞的英雄但怎么好意思指点人家光头呢？我忘了，那之前闪光被白金和饿狼直接给打晕了，所以没有见识过奇遇的真正实力但总的来说，闪光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他虽然也杀怪人，可总体行为很难说是英雄。我们还是再来看看其他的人吧。在健身房中，背心尊者刚刚锻炼完毕，他虽然恢复了健硕的身材，但之前吹雪给他上的肥仔 buff 也消失了。也就是说，背心尊者打完怪人协会一役过后，基本上是零成长嘿嘿，还有更不妙的消息呢！在经历了堪称恐怖的怪人协会战役之后，很多背心尊者的小弟都感觉有些力不从心，选择了退出组织在看到组织因为自己的实力不济而衰弱，背心尊者也是十分的无奈。就在这时他突然察觉到了有新生代的气息出现果然那3个打扮奇特的男人前来报道，他们都是 C 级100名开外的英雄，受到了背心尊者的战斗英姿所鼓舞，准备加入组织我真的要吐了！你们以为自己是刘关张是吧？那门外面全部都是龙级怪人加入你们几个 C 级有个劲儿用背心尊者的组织虽然还能够延续下去，但以他们的实力恐怕是连自保都难以做到而这样的英雄也是目前英雄协会里最多的成分，简称聊胜于无。接下来呢，我们说说童弟这边，他在路边上找到了一个正在引导小孩过马路的皮套人。看他的样子很眼熟吗？这不是凤凰男吗？几天不见这么拉了，都变成鹌鹑男了。反正呢，根据凤凰男的自述，他是暂时没有办法恢复实力了，但童弟仍然对他保持着相当高的警惕性。这次找到他单独谈话，就是因为之前是凤凰男泄露了协会的腐败信息给童弟，后者自然是想要知道凤凰男的目的以及他所知道的更多幕后消息。看来童弟这回是铁了心想要脱离英雄协会了，协会的战力也会因为少了高位的 S 级英雄而大打折扣的而同样的，另一位 S 级里面战力极高的英雄超合金黑光，他现在的处境也十分的不妙。虽然一直在进行着高强度的训练，但一脱下衣服，之前和大总统战斗的伤痕就让黑光感到极度恐惧。对肉体苛求完美的他，现在就是一个残破的躯壳，根本就没有心态去面对战斗嘛，更别说履行英雄的责任了。一旁的水树妹妹看到黑光低落的样子，也是担心不已我靠，你担心个毛线没黑是吧？赶快来担心担心我呀！这样看下来，英雄协会目前的境况，相信大家也了解的差不多了。那完全就是一盘散沙嘛。但世界上的各种灾害却还在不断发生。这天街头已经被无数的植物人所占领。看来这是要发动第4次人界大战了吗？这些自称森林族的家伙们宣布要献祭人类，夺回曾经属于自己的星球不过嘛，你们只有虎级，怕是有点自不量力像这种杂鱼怪人嘛，那随便出动点 C 级英雄就行了嘛。这个什么炸药侠用2踢脚一炸，收效好像还非常显著嘛。其余的几个长得好像卡通人物的英雄也准备展开进攻。魔术鬼才放出大量烟雾和鸟群扰乱敌人的视线，其他英雄一拥而上准备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可就在这时，地上突然冒出了无数的藤蔓，将英雄们死死缠住好险背心军团及时赶到，他们并作一排将怪人们冲散。
果然这种时候还是要由 S 级英雄带头战斗才比较有安全感啊。在背信尊者的带领下，英雄们一路横冲直撞，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啊。不过背信尊者跑着跑着好像撞到了一堵墙，其硬度之高啊，迫使所有人都停了下来。众英雄抬头一看，妈耶，是扭曲树精啊！不对，是森林王啊！在这种龙级怪人的面前，就连背信尊者啊也立刻败下阵来，其他的英雄马上都要被累死了。森林王狂笑着，正欲将英雄们当作肥料来喂养自己的子孙们，结果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カトン、豪華滅却。We made a choice, go fight against your fate. 我操！霎时间火光冲天啊！数以万计的植物人大军全部都化为乌有，森林王和英雄们都看傻眼了。烟雾中，一个闪着机械寒光的身影缓缓出现，他丝毫不在意眼前强大的敌人，只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博士的新科技果然不是盖的，这下我也能和龙级怪人碰一碰了。把你这个家伙解决掉之后啊，就去找七月老师切磋一下吧，就这么决定了。”哇，没有错啊！这个帅帅的改造人，他就是那位传说中的一拳超人座下的头号大弟子杰诺斯啊！总之，战斗流程已经简化到了只用一个拟声词就可以概括了。获得了龙级实力的杰诺斯开开心心的跑去找光头喝茶了，想必下一话就可以见识到他们的精彩对决了。而本话中最为臊皮的，又一次被当做了背景板的，就是我们可怜的背信尊者了。他就像是搞笑漫画里的滑稽小丑，回到了健身房，又开始做起了毫无意义的训练啊！我真的看不下去了，你在这里练个100年也打不过龙级怪人的，你得先去给万和春田打钱呐，笨蛋！本话结束。